福建炒虾面据说是福建水手发明的。2战结束，他们转行当制面厂工人，晚上爱聚集在吴槽路，将工厂里剩余的面条用木炭炉烹煮，因此也称吴槽炒面。也有人说它是土生华人版炒虾面。不管什么说法，它是本地人喜爱的道地美食。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打造新兴小贩。一盘好吃的福建虾面，讲求的不单单是一货熟哦，而是里面的精华不是你我能够了解的哦。一货熟到底隐藏什么密码？这回我们请来了福建虾面师傅，为我们解开谜底。名云驰名炒福建虾面的老板康凯明，从年少开始就对福建炒虾面情有独钟，从小偷师学艺，到慢慢钻研出属于自己的秘方。精华之处在于他以真材实料烹调的高汤，让炒出的虾面鲜甜味道提升。康师傅双手握铲铿锵有力，那是经年累月练就的真功夫。另外，特制炸出的猪油渣让福建虾面香气加分，使传统味得以延续。炒福建面不可以急，要慢慢来，要用心的去炒焖，才会炒出好味道。我发觉啊，很多炒福建虾面、炒粿条师傅啊，都会披一条毛巾师傅你好。你好。你看康师傅也一样。是。为什么要披毛巾啊？披了毛巾准备擦汗了，不去骂的话，滴下去的话，加了一个味。哎呦，是不是很幽默？加料了而且我还发现我们请来的师傅好几个都是小当家。是。师傅，听说你13岁就开始学炒福建虾面啦？13岁那个时候，我是住在雅龙甘崩，是，每晚都是跟妈妈拿了1块钱，然后就是去买炒面吃，吃了觉得好吃了，就一边偷看一边学，慢慢的长大了一点就开始做了。师傅3、2句话说的简单，其实这条路呢走的是很不容易的哦。那今天呢，我们徒弟不需要偷看，也不需要偷学，直接拜师学艺。我是翁美萍，是一名家庭主妇，烘焙是我的最爱，同时也可以增进与孩子的亲子关系。我学过按摩，孩子总爱我为他们按摩疏解压力，而我自己疏解的方式是拿铁饼举重，以强身健体。我是陈克俊，乐观好动。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我选择靠自学画画和拼图来磨练耐心和集中力。平时我也爱跳街舞，因为舞动的人生最快乐。康师傅先介绍2位徒弟啊，第一位呢是美萍，是家庭主妇嘛，克俊是从事 IT 行业的啦。请问你们2位为什么要学炒福建面呢？给我2个原因。为什么要2个原因？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否有心学？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是2夫妻可以一起创业。另一个原因是，其实我老公跟孩子都蛮喜欢吃福建炒虾面。我可以给3个吗？可以，你要给10个都可以。第一个是因为大众化嘛，老的少的都喜欢吃。第二个是个 neighborhood 的菜，是不是每个 neighborhood 都有？第3个是，如果我这个年龄不做小贩的话，以后就没有小贩了。哇，好伟大有使命感哦。要问一下这个师傅，你可以接受他们的理由吗？我会接受了啊。不过你们要先认识我的3位朋友，这3位就是我的朋友。这个是什么？来考考你们。这个是墨鱼。我是考他们啊，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我们只知道是手工，这个是3层肉。我发现虾壳有用到这2种啊，要不要说一下？熟的呢，不是说很甜，这个生的呢，咸甜都在那。只要壳，肉不要对吗？肉不要。好，我们现在处理手冬，那我们请2位徒弟直接来好不好？克俊有处理过手冬吗？有处理过，可是师傅可以在这里试吗 ？OK， 先起他的身体，把他的头拉出来，有一个黑墨，要拔掉它。OK， 用刀割开了他的这边，把他的眼睛刮出来，
不可以这样按，不可以这样按，用挖不可以这样按。要用挖的。哎，对，好，把它的嘴巴挤出来。我挤啊。柯俊都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哎，确定你之前处理过手动吗？我是真的会洗手动的，只是师傅教的有点不一样。它中间那个骨头拉出来，好。你从这边隔一个痕，下面啊，对，不要太上啊，OK，你就水冲，你有看到一个皮吗？对，有。啊，整个拉出来，这样子可以吗？看了里面没有脏就可以。雨萍是家庭主妇，在家里应该有处理过手动吧？有，就是像刚才师傅所教的那个方式，可能不跟师傅完全一样，有些东西还是不是说很懂你跟我一样，是切中间然后把眼睛挖出来。啊。只有他的这个方法你可以接受吗？它的头就已经拉出来断了哦，有用的没用的你就不知道，你就丢下去了。所以美萍，你这个方法虽然是你自己习惯的，但是你还是要照师傅的方法做哦。好，那我很想问你，都是几点起来开始准备3点多起身，然后4点钟下楼，弄到来8、9点吧，再开始吧。啊？你可以不要3点吗？ 3点我刚睡。哎，你们实习啊，你们也是要跟他这个时间的。对啊。合格吗？师傅检查一下。 OK， 可以。那接下来这些材料已经煮好了之后对，要切嘛，对吗？。对，要切。 OK，来，师傅那个大小是多大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不是生的来炒啊。因为煮熟了它已经缩了嘛，它就不会再变小了嘛，对吗？哎，你觉得他们刀工怎么样？你要刀如果利的话，你就直接切，不用不要来回啦。啊。那个须太长了，你可以切成2个。可以吗？可以了，这样好了。感觉切手动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我们直接挑战下一道食材。这个3层肉你要怎么切呢？这个瘦肉有时候会比较多肉，你就把这个肉切掉，你就大概不要太大片，也不要太薄。你怎么知道这个瘦肉是太多了？我们要的3层就是皮、油、肉。这整块都切掉。，对，先切掉不要的多余的瘦肉。师傅，通常你煮那个肉是煮多久啊？大概要20分钟，要汤滚滚的才放，师傅，我的那个瘦肉会不会太多啊？一点点而已，可以，还可以接受加它的那个厚度嘞？可以。克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它瘦肉跟肥肉都分离了吗？对，已经变碎肉了。因为这个瘦肉没有切到，这个是粘在这一边的，所以你切不够多哦。先切掉不要的多余的瘦肉。这个不可以，这个也不可以。感觉上克俊对这个朋友比较不熟啦，所以还是要再加油啦。其实我是对刀不熟，对他很熟，对他不熟。哎呦，这里的刀跟家里的实在很不一样，所以一定是刀的错。好喽，那你说你的猪肉切不好是因为刀的问题吗？下一次你带你自己的刀，我看你怎么切。从中间拔起，你可以刻年头一起拉出来，一定要留着尾巴。师傅，可以吗？哇，那个虾都给你吃掉一点了。你剥的好难看。哎，这样子扒的话，那个虾不跟你做朋友的。我们来验收一下两位徒弟剥虾的成果。这个不错， OK，这个有一点不好，全部都给你剥烂了。而且你这么年轻，你看你才剥几只啊？你看这边剥了多少了？太慢。对，这个我有原因，又有原因，有原因啊。好，因为每次我都是从头拔起，今天是第一次尝试从尾巴拔起。好多借口啊！刚刚是刀，现在又是方法不一样。你下一次还会拿什么借口来呢？师傅的高汤加入主食材梭东、鲜虾和3层肉，有程序的烹调，再加入2种不同虾壳熬煮，慢工出细活，熬出红色虾膏精华。我们看过很多师傅教我们炸猪油渣，是的有油爆香炸，有不加油炸。师傅是用什么方法炸猪油渣？我是用水跟盐。用水。师傅是用什么方法炸猪油渣？我是用水跟盐。用水。哎，他们说水跟油是不相容的，为什么要用水跟盐呢？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我只是用我的方法，师傅用水炒猪油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炸到那个水变成油，放一点盐，那个猪油渣你炸好了，有一点咸香。师傅，你这个猪油是有特别选过的是吗？这个是猪肚的油，为什么要特别选猪肚油嘞？因为这个靠近这个3层肉比较香，这个水不要过多，
盖过多一点点而已。哎，我发现这个水变浑浊了。对，要给它滚到慢慢的干去，然后呢，那个油就慢慢的出。师傅用水做这种猪油渣，是不是就不会烧焦啊？不是，它还是会烧焦，可是你要很注意，不能够你放住了，我做别的事情做别的事情啊，除非你要知道啊，这个有多长时间啊，它已经差不多要干了。如果你要不知道煮到它干啊。对，煮到它干。哇，已经变金黄色了哦。对，师傅这样就完成了吗？是，把油全部逼出来了，水就变成油了。这个呢，你要滴干它，然后呢，你可以过冷油，过冷油就让它快脆。那接下来要学什么？学煮辣椒。好啊，来吧。炒辣椒的话呢，有什么步骤要分享吗？下了油之后热了，再放麻辣煎。麻辣煎已经出味了，这3样一起炒，慢慢的小火一直搅，搅了大概8分钟至10分钟好了。那我跟克勋过去了，来，师傅，先交给你。在这里。好，给那个油热，把那个铲子把那个旁边全部给它热。师傅可以放巴拉姜了吗？火太大了，再小一点，你都冒烟了。已经这个锅旁边都焦了。这个麻辣煎啊，麻辣煎要弄脆它，有那个麻辣煎味出来了。这个一起下，这个已经凉好了，慢慢炒。好，好。哎，我们这里烟会不会太大啊？他要用师傅，哎，救命！火太大了吗？哎，火太大。好 ，OK。哦，小火。啊，这个要快点放。哇，小心手啊！都闻到烧焦，快点。哦，那个辣椒炒到冒烟，我其实有点害怕，因为我第一次炒。快赶快！哎呀，放完。放完它。弟弟也是有点手忙脚乱啊。就没人理我这样咯。师傅只管那边而已咯。我这边就没有什么爱管了哦。我们赶快去隔壁看一下哈，怎么样？可以吗？你这里有点出油了哦。OK， 可以了。起锅完成。点那个火太大了，变成那个麻辣煎已经焦了。如果你是刚刚好，它炒出来的，它的油全部慢慢浮上来。哦，所以克军这样是正确的。对。其实会有一点小失望，因为炒的不是很理想。康师傅来示范炒福建虾面，先淋上猪油，你要给那个锅热啊。下鱼露，黄面、粗米粉。这个是活蒜米，要捞到全部，你不要这边全部是面，那边全部豆芽啊，猪油、蒜头一路，然后放高汤。哎呦 ，OK， 然后你就盖住。这要焖多久？你可以算啊，1、2、3、4、5、6、7、8、9、10 ，OK， 你排，看它的面还没有入味，再搅拌，再淋这个上汤，你至少要2次焖。在第2次的时候，你的汤要多一点啊，然后你再盖，大火一点，因为这个冷了嘛，所以你要把这个的焖一下，盖起来，再把它焖热了，还要再放那个猪油渣。辣椒，哇！料多酱汁饱满的福建炒虾面出炉，让大家吃的都无暇说话了。怎么样？味道如何？好吃，很好吃。你的汤头啊，真的是一级我现在棒。才明白刚刚为什么你要一直把汤淋上去，对焖起来入味。你们觉得你们能够炒得出这样子一盘很好吃的福建虾面吗？有信心。有信心。哇，你们这完全是没有啊！对啊，你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哦，可以可以。哎，师傅，你说炒福建虾面呢有3个好朋友吗？对，先来巴沙要找哪些好朋友嘞？哎，要找2个朋友，哎，已经预约好了。哇，这么大牌。师傅，收东看起来都一样啊，要怎么选？这个说冬呢，你要选前面白啊，眼睛要亮，身体要圆，它的肉要厚。好了，那我们请我们2位徒弟来选你们要的手动了，好不好？圆，眼睛白，眼睛亮。师傅这样子，哎，你们2位把人家的这个手动都摸到那个汁都跑出来啊！是啊，墨囊都裂了。你们这种哦会被老板骂。哎呦好了， ，OK， 师傅可以吗？你觉得他选的？
OK， 可以啊，这个薄了，你看这个薄了，沫也没有延伸煎出来。哦。好，那克俊呢？ OK， 不错啊。也可以了。哦，我们现在要来买猪油哦。康俊，你说你从来没有看过猪油啊？没有那你想象中的猪油是长什么样子？褐色，然后这样子这么快？买的话应该都是这样手快卖了吧？这个是切好的，这个还没有切之前是这样的。这个是肚子里面的油，这个是背后的油那。你们要老板切还是你们带回去切？老板切。长这么大，克俊今天才搞清楚猪油原食材的模样。好的，同学们，我们来到了我们康师傅的档口啊，明云驰名炒福建虾面。之前也是上过5频道一个节目 Lost and Found 对吗？对呀、所以你最出名、最早开始的档口在哪里？在乌洛85。你是搬了好几个地方才搬来这里吗？也是啊，因为不是搬而是买。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是直接买档口。对耶。啊，所以这是你们目标。对。买。好了，听完故事了，同学们开始交功课吧。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克俊好不好？克俊你的是哪一样？这个。等一下，这么多，你的是这个小辣椒，我看一下，而且还这么一点点，是怎么回事？哇，我真的吓到了！一整桌的功课，只有1小碟的辣椒酱是属于柯俊的，而且他给的理由也太牵强了。我买不到材料。好脾气的师傅脸色都变了，你这是借口吧？我买不到材料，为什么会买不到材料？很忙吗？有一点小忙。你做了什么事情？拼图。做拼图。拼上瘾，然后就一直找到，一直拼，不知不觉就已经凌晨5点。其实克俊的态度这样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都知道你有功课要交，你怎么可以说前一天还拼拼图拼到凌晨？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了。你是不是剪头发了？是，新造型。师傅，你看你的徒弟，有时间玩拼图，有时间剪头发，没有时间准备你的功课。那以后你做生意的，等我睡饱先我才来做啊。没有心情的去做，那你就不用学了吧。既然这样子，我们还是要继续了。我们就先看美平的好不好？哎，每瓶切的这个3层肉，切的很平均啊，可以接受。然后这个手动会太厚嘛？ OK， 这个手工还可以接受啊，但是虾画的蛮美啊。问题是说是一个冰冻虾，不问一新下鲜。那个当事人是吗？是，那是因为我买不到新鲜的食材，所以我就去买冰冻的。这个可以再改进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品尝它的汤头。当时师傅你有特别强调汤头是很重要，对不对？对。来，这个汤味道不是很好，问题这个虾壳是熟的，是你从这边煮了拿去熬。对，把好的虾壳、生的虾壳一起倒下去，滚到它出味为止。这个虾头的膏完全没有出完。它的这个膏还在里面啊。对，美平，你这个熬多久啊？大概1-2个小时而已。哦，师傅你是熬多久？火。煮这个要大火。大火。最重要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辣椒油不够啊。好甜啊，油不够，把它先放的太多。我不爱吃辣椒，也不煮辣椒，所以很难控制它的火候，总是煮出来就是太过干，跟不够油。我的功课都交足了，可是还是达不到师傅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要试一试柯俊的这个好了，来，绝无仅有 limited edition 的？它的还有油，这样啊这个可以。 ，OK 哦。辣椒酱来说，味道克俊会比较好。对，如果你是真心的要出来做的话，你要一心一意的去，你才能够有成功的一天。是的，明白。你如果是说3心2意的话，倒不如别浪费我的时间。哇，我以为康师傅脾气是很好的嘞，没想到他终于撂出狠话嘞。那康师傅现在要教你们怎么炒福建的虾面哦。你看我师傅的手指哦，哎，这个是还是歪的嘞。对，直不了，麻痹，没感觉。有时候吃饭呢，拿了就是所谓麻了。职业伤害。
看到康师傅的手弯曲，其实我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走。这个是成功应该付出的代价。有了心理准备，看着师傅这3两下的功夫示范，什么时候该下汤，得盖锅。这福建虾面炒来不易，徒弟看得迷糊时，却得上战场了。首先放油，打鸡蛋，学一个手，先放鱼，然后再放鱼露。快手快脚放面啊，面跟那米粉可以再掺在一起拿哦。先放面，然后放米粉。哇，师傅你这样手把手教，就像你炒的。没有，因为我是要给他翻，他还不会啊。先放蒜啊，抬脚啊，切蒜料。康师傅还在我身边这样子提点我，我是很开心。不过我没有机会犯错。2只手弄三葱它，拉高。那以后如果他不在我身边这样子提点我的话，那我要怎么办呢？啊 ，OK 啊，可以啊，可以了。找啊，啊，别焦了哈。再翻炒一下，把它盖起来2分钟。在这时候就拿那些料放在中间，盖起来，觉得自己炒的还蛮香的。开火加猪油，好了，炒到它不粘锅，加鱼卤。我自己去炒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双手都灵活。加油，替我自己加油，火太大，关小一点，放进来中间。哎，师傅你就不用进去仔细的监督一下吗？是啊，我看你进去也跟他提点一下，要不然等下炒错了，整盘就浪费了啊。师傅是不是只是想考考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我也不懂哎。料没有盖到啊，汤不需要淋这么多，没有关系，捞一下捞一下，啊，拿面拿料，拿面现在是拿料先，拿料先。徒弟俩第一次炒出来的福建虾面，味道如何？少了那个不够入味啊，炒的不够。而且它的面呢看不到料。哦，对，刚才你的料都在哪里啊？都在下面。师傅教的是插进去，翻过来。这个推出，这个牢定，你看推出，牢定，你看 OK。可是我插进去就翻不过来。OK， 试试美萍的。我觉得比较香哎，对吗？炒得够啊 OK， 分不够我而已。你怎么深吸一口气？有一点压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师傅可以用2只手去炒面，觉得不是很容易，因为很难协调。我一直无法掌握那个炒面还有焖面的火候跟它的时间，在这方面我需要练习多一点。在做功课吗？在写刚才的笔记。那经过了今天，会不会担心说自己表现不好？会，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一个计划？我会尽力把它做得最好。我跟你讲，你应该要更猛一点。如果不成功，把头发给剃了。新造型，要不要？记。你说不成功是比赛输了吗？哎，是。小贩初体验，悠闲的早餐作为开始。没有昨天晚上。生日快乐！哇！这位是谁？我爸爸。哦，安哥你好。今天是他生日哦。今天他生日。哇，生日快乐！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来许个愿望，来什么愿望要讲一下？希望我们能够成功顺利的完成这个学院。哇，很棒哈！哎，那安哥你什么人会在这边？哇，我在这边做工的嘛。那你是做什么？小贩的咯。
你也在这边当小贩？啊，你是卖什么东西？卖圆面啊。那为什么你会决定要学做这个福建面，不要做圆面呢？爸爸他是煮那种汤类的，我是想要学一点那种炒的类的。炒不一样。对对。那你支持他当小贩吗？他们的决定就是我的支持。我也觉得心疼他，说哇这么辛苦，在这个行业里面，哪一样东西都辛苦了啊，只是敬业乐业而已。对。我们最后给这个美萍一个鼓励啦，爱的抱抱了，好不好？爸爸出现也是吓了一跳，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其实。你大概几点开档啊？一般上我6点就开了。 6点开不就剩下没几分钟哦？对啊，两位徒弟手脚太慢的话，直接就开始打屁股了。打，来开始，动起来，啊，现在呢，我们一个煮虾，一个煮熟冬，也就是这样子咯，快手放，因为你放下去你不可以慢的，你慢的话那个虾下面熟了，上面还不熟。康师傅交代完毕，就给徒弟空间自由发挥。哇，哎，师傅，你很放心把整个档口交给他们哎。要成功就是要自己开手。难得师傅放手，徒弟如热锅上的蚂蚁，能准时开档吗？你要试试看拿上来吗？我觉得我不行，没有啦，真的很烧哦。不是烧是重。重跟烧啊。感觉快点的嘞，现在很迟了，好像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完。是。哦，小心哦。对。刚刚好。可以了。哇，你们真的是从天黑哦做到天亮。那现在还有什么任务要交给他们？一个拔虾，一个切菜、切熟冬、切肉。我平时的话呢，大概1个小时全部煮好了。那我们直接给他们1个小时。 OK， 计时开始。你的手在发抖哎，哎呦 OK。过了1分钟，剥好了一只虾1分钟1只虾，天哪！如果以这样的速度，1小时要完成一堆活儿，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任务吗？两人看来已经累得不成形了。两位徒弟，你们挑战失败太久了，手太慢了。不过美萍其实速度算快了。没错。好，她菜切好了，熟冬切好了，肉也切好了。对。然后现在帮忙扒虾壳。对。我跟你讲，我们师傅还是聪明的啦。怎么样？还有打个安全牌啊。他其实一早就已经把一些材料部分已经备好了，一切还是在师傅的掌握之中了。徒弟折腾了这么久，可以开档时，谁知道师傅连顾客都交给徒弟了。给拿盘拿料。要盖吗？不用，放在上面。OK， 好了。You like chili？ 可以。OK， 轮到你啊。炒的时候就直接叫我们去炒，就真的有点吓到。给他铁棍拿料。OK， 放在面上面。OK， 好了，你问他啊，老板要不要辣椒？辣椒还有酸的。谢谢你，老板。 Hello， 老板你好，来，你有吃过这个档口的福建虾面吗？有啊，有吃过2、3次。 2、3次，所以觉得味道怎么样？它炒得够香，够香，也比较湿一点啊，肉不需要太干。OK， 来，靠你。来 OK 吗？对，这一盘是这位徒弟炒的，味道怎么样？不错，跟你平时吃的有没有不一样？一样啊，一样啊，我觉得还是蛮香的。哇！现在呢，我要是给他们2个一粒炸弹。炸弹就是要请左邻右舍试看他们的手艺。先打鸡蛋，一只手拿铲子，一只手打鸡蛋。我不可以耶。啊，不可以。还不可以。淋酱油，放面。那个鸡蛋要翻啊，下面熟，上面还不熟。先淋点油。拿面拿米粉啊，要平均哦，要不然会咸啊。OK，豆芽。
这次要请左邻右里吃，师傅似乎担心不断口述传功夫，就希望炒出来的福建虾面能够达到他的水准。我来帮你找人。哎，安哥，来，他亲手炒的，隔壁的啦。来，明天拜你为师。这个味道到底是他们学生炒的还是你炒的？对，学生炒的，肯定。为什么跟你口味一样？当然是我的学生，我一定要叫他们成功吗？你们觉得味道跟师傅的一样吗？跟师傅一样啊，真的啊，这么厉害啊！你会觉得女儿是你骄傲的？他肯踏出第一步，我就很骄傲了。哇，不管说最后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比赛成功，不要紧，用心最重要。爸爸在家里蛮严肃的，今天看到他这样开朗，其实是蛮意外的。一方面可能我是排第二，父母从来不担心我，所以一路来我都不觉得自己备受重视，所以第一次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支持我其实蛮感动。每篇的都有他爸爸的鱼圆面嘛，还有那个鱼汤嘛。我的是从头找起哦，找了3个，只有2个答应。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I think everything okay. 开心了哈，看到你终于可以笑了。味道是蛮接近师傅的，可是就是干了一点。福建面就是要比较湿的才会好吃的。那你的高汤都去哪里了？塞进去了吧？很多借口啊。师傅都把武林秘籍交给我们了，我炒出来还不好吃，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徒弟俩可是非常勤奋，连招牌也下足心思设计。但重要的苦练多日的这盘福建虾面，来到档口炒，是否变了样呢？是吧？不会太软还是什么？不会，焖的够啊。2块1、2块全部捞到完，你一点一点捞，它是稀的，没有记好，叫了很多次的。你看这一粒，焦了一点，太熟了，面完全没有味道。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打造新兴小贩。哎，经理，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呢，已经成功打造好几名的小贩毕业生哦。对啊，有些已经紧锣密鼓的在筹划开档，让师傅的味道得以传承。是，其实现在小贩呢很幸运啊，因为有国家环境局在各个方面的协助啊。比如说可以申请这个小贩生产力资助金，让他们购买厨房自动化器材。那说到自动化呢，现在有些小贩中心的设备也都很现代化，比如说呢，我身后这个呢就是自动化的餐盘归还系统，还有就是综合中央碗碟清理服务以及电子付费的选择哦。对啊，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帮助小贩应付工作量，提高生产力。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的分阶段租金计划，就是能够帮助这些新手小贩在新的小贩中心能够安心的开业。哇，真的设想很周到哎！今天柯俊和美萍将在这小贩中心展示能耐，看谁能够闯关，赢得新手小贩一席。Hello， 柯俊，我要来跟你收这个水电费跟瓦斯费了，因为你昨晚整晚都没有关火。有啊，我记得我走的时候有关的嘞。柯俊有凭为据，不能赖账。他一早报道，火苗还点着，炉火没关，犯了安全大忌。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啊？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什么不对劲啊？没有关火啊？没有关火。我昨天确定我关了才走的，全部2边的火都关了。记得我有关呢，昨天我关完了，全部东西关完了，我很确定。以后如果说你真要当小贩哦，最重要的是安全哦。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有啊，去关火啊，去到底带啊。
我跟你讲是说到做到哎，说到，谁要帮你剃？不就美平吗？我来了，哇，和平虾面厉害。为什么你拿着剃须刀来可？是我跟你讲，哎呦，克俊今天是认真的嘞。他说如果他输了，要交给你。我不要，我不可以。克俊，来，如果今天真的不幸落败，你要什么造型？先讲好。就全部剃到完啊，旁边也不要留哦。他这招高招嘞，怎么样？把压力丢给他对手嘞。赶快，这个刀你留住啊，你加油哦！今天是两人拔河一战的终结，美平不爱辣，难过的关就是炒辣椒酱，她克服得了吗？比之前好了很多。OK 哦，有，我觉得还不错。哇，所以今天哦，感觉上你信心十足了哦。是的。那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对手？因为毕竟你把他当弟弟看待。是啊，是会觉得有点担心。看他在做准备的时候，感觉上他精神很恍惚，一直在想东西，也不懂他在想什么。我讲说你 everything OK 吗？他讲说 OK 啊，他就是很乐观。柯俊怎么样 ？OK 吗？好了 ，OK 哦。哦，其实有点担心你耶，感觉你心神不宁，是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跟我分享吗？我这几天烦的就是辣椒啊，炒面炒得好不好啊？我第一次炒Hokkien米不是给家人吃，是给评判吃，担心自己做得不好。听说前几次有跟师傅约在档口哦。有啊。你放他飞机哈？跟他约几次5次。5次，那你几次没有出现？1、2次。1、2次啊。师傅来了哈。哇，刚才聊到你。师傅早。他是不是跟你约几次没有到？是啊，让他来练习啊。睡不醒啦，肚子痛啦。要带妈妈去看医生啦。那你这么忙就不要约师傅嘛，你就说没空就好，你干嘛跟他约了又没有到？你要不要给他看你现在做的备料啊什么？要不要给他看一下？试一下味道什么的。什么害羞？这个迟早要见人的。你这一锅是什么来呀？这是猪油。哇，你怎么可以把一锅猪油放在地上？然后档口太凌乱了吧？哇，柯俊，你再不加油啊，感觉那个剃刀啊离你是越来越近啊。这个颜色够吗？够，很好。OK 啦。对啊，辣椒。很好啊。很好吗？对，不会很油。颜色可以啊。颜色也可以啊。很好，不错。目前这样看就不是什么问题，是比较稍微松一口气，不要给这么大压力。有没有 OK 一点 ？OK 一点。来了。好，早。怎么样，师傅 ？OK 啊。很整齐。OK 啊。很好，都很干净。先看一下这配料嘛。好啊，这个手灯不平均，有的太厚，有的太薄。这个猪肉好啊，3层肉都看得到。现在都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始炒那个虾面了？是，可以呀。可以。那师傅要不要直接请他炒一盘，我们来试试看味道？可以。肚子饿了，快点。好，可以。师傅迫不及待，苦心传授就看今朝徒弟成绩。目前为止，两人都有依照师傅的程序，至于味道还是未知哦。二句，有人来找你哇！来，这样你做工。这样啊，我偏色咯。有没有信心他今天能够获胜？有，我有信心他会有获胜。爱你。哦 ，OK。妈妈来，我其实有惊讶到，因为今天早上她跟我说她去做工了，我没有想到她会出现。OK， 2位徒弟的福建虾面都完成了哈。那我现在试吃这个克俊的。我们一次过吃完2盘一起讲好不好？2盘虾面呢，味道不一样。克俊的会比较香，是少焖了1分钟，这个焖够火，不够香，半斤8两。美平很强，但是就是强才有挑战性。虽然我跟他的感情很像姐弟，但是在这个终极大比拼，
我不会让他的。今天呢，虽然是姐弟之争，但是在这个擂台上还是必须要一决雌雄。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们小范学院评审团吧。名厨 Chef Chua 领军的团队有著名美食博客、美食评论家、美食摄影师、餐饮业者。这群爱福建面的老饕们会做出怎样的评价？美萍和克俊的成败将由他们定夺。美萍的和平福建炒虾面打头阵，她的表现一直中规中矩，打着稳健旗号，从容炒出的福建面是不是接近师傅的味道？现在刷你是吃光光哎，这个味道怎么样？跟师傅比较，我就觉得它的猪鱼渣会比较少，在味道方面就是太重手，有点咸。它会比师傅的比较湿一点，师傅的是比较干一点，稍微干。对，汤汁还有那个面都混合的很好。Andy，我知道你是美食摄影师哦，对，你觉得你那个卖相如何？完美的，快比开心。蒜头呢，我觉得炒得不够，那个香味没出来，就会比较有那个生蒜的味道在里面。它的那种蛋花很均匀，我蛮喜欢，就是在吃的每一口都吃到那个蛋花。克俊的那一摊福建炒虾面，努力不懈地做出改进。师傅认为他与美萍的半斤八两，但他连场是否保持一样的水准？跟师傅相比呢，它的味道我就觉得根本不同。好像说颜色方面，它的窝的那种黑黑的，对吗？不可以，所以你是无法接受了，无法接受。可是它的辣椒配那个面很好，因为它的面有点苦，那个辣椒是甜的，所以配起来很好吃。它的蒜香味也比较重，锅气也很强，吃得很有美味。它的虾又比较大只，但是我觉得它浪费了，它里面是带一点干，已经是过熟了。它的面呢，它是整包粗米粉这样倒下去，它没有打散它，很容易外面就焦了。比赛很快要来到尾声，那这个时候先问两位徒弟啊，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觉得如何？比平时差，哪里你觉得是不好？火太大，手太慢。那美萍嘞，觉得胜算高吗？有些炒得太湿了，我是觉得。有些觉得口味太重，对，都有哈。对。那我们今天要揭晓的方法呢比较特别哈，同样的，我们有10位评审，我们会直接呢请他们来先投票，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他们的这个票的结果是哪一位的。如果你想把你心中那一票投给那一位参赛者的话，请举牌。哇哦，8票比2票啊，差距非常大哦。你们觉得谁是获得8票的，谁是获得2票的？输赢没有绝对，我不觉得我会输，我有把握会赢。获得2票的就是美萍，旁边的克俊，恭喜，恭喜美萍。目前美萍是8432分，你只要再从师傅这边拿多18分，你就及格了，及格超过50分你就肯定获胜了。没错。美萍我把她当姐姐，但是她也是我的对手。我们各凭自己的本事，他能赢我就恭喜他哦。如果我输了，我就要改进。60分怎么分配呢？恭喜美萍获得32分，克俊获得28分，也就是优胜者是美萍，以60次高分获胜了，如愿以偿啊！没错，有没有松了一口气？会有一点。有没有谁特别想要感谢在这个过程？其实是我的家人啊，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妹妹跟她男朋友也是一直在帮我一起研究我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家人支持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对对。哦。恭喜美萍，你将获得由新加坡环境局奖励的培育新手小饭摊计划。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呢有一个实体的这个摊位啊，然后经营，然后成一名真正的新手小贩。所以这个时候，请我们的康师傅为他别上这个小贩学院的别章。再次恭喜美萍，恭喜，谢谢。那克俊虽然没有挑战成功，但是不要紧，你还是可以获得剃刀一把，好不好？在这边，来有请。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来，因为克俊呢，他之前有一个承诺啦，他也很认真的，不是开玩笑说如果我输了就要剃光头。剃光是给自己的一个信心，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剃光，哎，今天帅帅回家；剃光，我还是很帅回家。男子汉嘛，说到做到，输了剃头没什么。小范学院任务成功。Love 972李连主持的《生活有意思》，与你分享更多节目相关内容。本周美食介绍也会刊登在巴士界。